很多人说，第一次读《遥远的救世主》，只觉得云里雾里。再看改编后的电视剧《天道》，丁元英那高深莫测、神神叨叨的样子，让人一头雾水。但是很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温《天道》，细细品味后发现，很多话语都带有深意，颇具禅机，其中包含着既是哲理、人情世故、世事洞察等人间百态，兼具哲学、宗教学、成功学、心理学等学科基调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部剧播出10年了，依然热度不减。很多人通过这部剧看清了复杂人性，看透了世事沧桑。可以说这是部型脑剧，也是一部高级版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爽剧。说他高深的人将其奉若神明，说他俗套的人将他贬低为套路爽文。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是好是坏见仁见智。不管是何种评价，都不要人云亦云，不如亲自去读一读，看一看那些金句，那些耐人寻味的哲思，确实值得深究。认识这个人，就是开了一扇窗户，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听到不一样的声音，能让你思考觉悟，这已经够了。其中还有很多，我不确定，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可能不重要，但我知道这个人很重要。这是萧亚文拜托芮小丹照顾丁元英时，当芮小丹问及原因，萧亚文做出的回答。萧亚文的做法是典型的向上社交，向上社交不是讨好领导、谄媚他人，而是敢于向优秀的人靠近，有效地积累自己的人脉资源，也因此向亚文成了天道里最大的赢家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荡的文化，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。中国为什么穷？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，穷在期望救主、希望救恩的文化上。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，太可怕了。我们的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，从未断流，悠久的历史带给我们强烈的民族认同感，让我们能够团结一心，众志成城，将国家从积贫积弱发展成今天的世界经济大国。然而悠久的传统文化也遗留下根深蒂固的奴性思维，祈求救世主的拯救。女性希望有霸道总裁爱上我，男性希望能够遇到高人一夜暴富。有背景有关系就狐假虎威，没背景没关系就觉得低人一等。一位木匠喜好抱大腿，虽然清朝已经灭亡100多年了，但有的东西却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。最近有个新闻，一个小孩在班级里发言，说要继承父辈的船长职位，结果被立案调查。可想而知，这种官本位思维也在传宗接代。如何消弭？任重道远。正如丁元英所说，5000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，这个没有问题，但是传统和习俗的过客观规律的筛子，丁元英看透了这一切。所以韩楚风对他的评价是更高级的哲人。独处着，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，而是因为在他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。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，越是头脑简单的人，越需要点缀和填充，而头脑复杂的人，则对简洁有着特殊的心理需求。芮小丹第一次去丁元英的家里时，看到他家中简洁到极致的陈设时，不由感慨这人心事太多，脑子太复杂，但相对应的也说明丁元英是个精神世界丰富的人。他可以专注做投资，专心欣赏音乐，不受外界影响，不被外物所裹挟，像是隐居的世外高人一样悠然自得。这份心境并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，醉舞经阁半卷书，坐井说天阔，大至西功名，还斗量福祸。论到囊中羞涩时，怒指乾坤错。没见过世面没有学识的人，偶然的机会登上大雅之堂，自我陶醉地卖弄藏经阁，万卷之一的皮毛学问，坐在咫尺深井指天画地，志向远大到戏弄功名，表现出彻底超脱的至高境界。以海为岛，量度人生福祸。
这是何等的凶劲！忽然一摸口袋，自己的钱比别人少，开始破口骂娘了，都是这世道的不对。看到这一段时，我也不禁叹一句，高手骂人都显得很有文化，牛啊！人要学会藏两样东西，一是心事，二是本事。心事要藏在自己心里，一旦说出来，就成了别人嘴里的故事。如果心不设防，受伤是早晚的事。本事也要藏3分，本事如锋芒，是一种刺，很容易扎伤别人。人都有嫉妒心理，宁可接受陌生人成功，却很难容忍身边人拔尖。如果你不懂敛藏，肯定会招来数不尽的明枪暗箭。有一句话说，怕兄弟苦，又怕兄弟开。路虎可以共患难，却不能同富贵。2018年，在中科院读研究生的谢某收到从重庆到北京的老同学钟某的邀请，去餐厅叙旧。期间，钟某突然拿出准备好的刀子捅向谢某，连续多刀，不将谢某置于死地不罢休。而起因仅仅是因为2年前，谢某曾劝不如意的周某振作起来，但在周某看来，这是谢某在居高临下的嘲讽他。再加上谢某考上了研究生，过得越来越好，周某内心的嫉妒吞噬了心智，最终丧心病狂地举起了屠刀。斯宾诺莎曾说过，嫉妒是一种恨，此种恨使人对他人的幸福感到痛苦，对他人的灾殃感到快乐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不如学会藏拙，收敛锋芒，避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6. 出卖与背叛是2个概念。如果你是背叛恶，上帝都会加冕这种背叛。如果你的老大对一个将死之人清洗一下灵魂，都不能理解这种老大，不评价也罢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，一个是无视江湖义气，一个是无视人性的尊严。你自己权衡，拿根稻草当柱子去支撑灵魂，至少让我觉得你对你的学识和智商不够尊重。王明阳这个名字起得很妙，与王阳明名字中的2个字颠倒，整个人生框架就完全错位了。王明阳身陷囹圄，坚持兄弟义气，但是对恶的忠诚就是对善的背叛。将道德建立在沙土上，必然会土崩瓦解。7. 生存法则很简单，就是忍人所不忍，能人所不能。忍是一条线，能是一条线，两者的间距就是生存机会。如果咱们忍人所不能，忍能人所不能，咱们就比别人多了一些生存机会。市场的竞争非常残酷，胜负往往就在毫厘之间，两败俱伤。你比他多一口气，你就是赢家。大自然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，虽然很残酷，却也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。遵循生存法则，才能走得更远。8. 透视社会依次有3个层面：技术制度和文化。小到一个人，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，任何一种命运，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。强势文化造就强者，弱势文化造就弱者，这是规律，也可以理解为天道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，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，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，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。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籍，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，成了流行品种。这2段话可以说是遥远的救世主的主旨，也就是为什么改编成电视剧，名字叫《天道》。天道高深莫测，世人却总想参透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《天道》这部剧的热度依然有增无减。每个人似乎都能从中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，也能悟到一些东西。研读它像是在参悟佛法，又像是在研读圣经，亦或是修道。总之就是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，能不能入得了这个门，就见仁见智了。9. 神就是道，道就是规律，规律如来容不得你私意，按规律办事的人就是神。
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道法自然，道法自然就是遵循天地的规律行事。世间万物自有其规律，按规律办事，一切自然水到渠成。10悟道修言天命，修行悟取真经。一悲一喜一枯荣，哪的前世注定。袈裟本无亲近，红尘不染。净空幽静，古刹千年中都是痴人说梦。原著中丁元英对修行悟取真经的解释，有点像禅宗里神秀和慧能之间的差别。神秀认为成佛在于苦修，而慧能则讲究顿悟。在丁元英看来，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，可悟不可修，接近于慧能的参禅心法。修行悟取真经，可以看作是丁元英对于自己悟道的评价。站在接近佛缘的门槛处，无法更进一步，不进不出，亦邪亦正，带着凡人的嗔怒，终究还是无法得到。而智玄大师修改后，变成悟道方知天命，修行悟取真经，一生一面一枯荣，皆有因缘注定。悟和悟同样的读音，意思却完全相反，一个是不要，一个是务必。天壤之别，灭了嗔怒，变得平和自然。大师没有改写下半阙，而是和丁元英约定，让他日后带着修改后的下半阙再来。原许半阙之缘，丁元英表示说一定会再来。在芮小丹去世后，丁元英可能会有更深的了悟，只是作者没写，我们也无从得知。他后来是否修改下半阙，修改后的内容又会是什么？天道无亲，唯有自度。